好的，今天来帮大家解决白金回廊入坑后的一大问题。角色卡池抽完30车后的6星自选怎么进行选择？白金回廊的角色通常能担任多个职位的作用，每个角色都包含输出、控场、防护、群攻等多个功能中的其中几种。在记忆烙痕机制下，5、6星角色本就不会存在过大的属性差距，而且所有角色的养成成本都不高，也因此阵容的搭配非常自由。6星自选最好是用来补足自己 BOSS 的弱势区，亦或是为自己想要玩的体系补充核心角色。本视频的最终目标是帮大家形成后期也能打的成型队伍，不然要是只考虑前期推图速度的话，那其实很多职业今天都没法聊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边解析游戏环境，一边来看看这10个6星的优缺点。墨红袖6星里唯一的铁域职业，炎属性，个人定位是防护、控场、元素区域。铁域也就是游戏常见的坦克、重装、守护等职业，特性是每隔一段时间自动回复格挡值，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护盾。铁域并不只是个防御高一点的职业，这格挡机制是真的巨能吸伤害。墨红袖的2个小技能均为主动技能，一技能是移动到指定位置的范围巨怪输出技能，同时提升自己的格挡值和格挡回复速度。二技能是推出一面盾牌，击退沿途敌人并造成伤害和嘲讽，都是战术意义非常高的技能，可以有效控制战场。大招则是大范围的巨怪并创造一个屏障，生成炎元素区域，里面的出不去，外面的进不来，自己人随意，同时也能抵挡敌人的投射物攻击。在元素配对的思路中，火属性最常搭配的是雷属性，在炎元素区域上使用雷属性攻击即可触发大量追加伤害，也因此只要火雷属性的角色往队伍里塞，就很容易形成连招，带你度过一个十分暴力的新手期。然而能形成炎元素区域的角色并不少，用墨红袖组建这个体系当然很强，但墨红袖是有较多替代品的，鉴定为强，有抽到的话当然很值得练，但放在6星自选里顺位是较低的。接着介绍另一个同样能提供保命手段的6星北洛，职业是战术家物理属性，定位是输出、召唤、屏障。战术家这个职业可以理解为特种兵，他能做什么事情都不奇怪，更多是一些干扰控制类技能。角色特点是技能会丢出各种快递箱，可以理解为地雷和小炮台。主动技能1，造成范围伤害并形成一个屏障和炮台。在1月5号前瞻中公布了屏障机制加强后，这个技能上大分，具有很灵活的使用方式，丢敌人丢队友都很 OK。北洛放进队伍里的战术价值很高，能当输出能当保命角色，屏障可以灵活用在很多地方，有没有屏障的队伍生存能力真的会差很多。北洛的缺点是你队伍里最好还得有一个人奶人的角色，不太能指望一个小技能就能在高难环境中保住全队。有了奶妈再把北洛塞进队伍里，剩下2个位置就能纯输出拉满。云五月轻位职业4属性，定位是输出防护。轻位职业简单来说就是半输出半坦克，而4属性伤害的机制是会通过技能累积施暴值，达到上限后对全场造成100%伤害，不与其他元素发生反应。云五月会持续的给友方带来光环效果，使友方角色的普攻附加额外伤害，如果是4属性角色加成更高。自身可以通过技能1主动在2种形态中来回切换，其中防御姿态还会增加自身防御和格挡值，替友方承担伤害，攻击姿态则是让额外伤害加成更高。自动技能2，每隔20秒自动释放，根据当前的姿态形成不同效果，防御姿态时造成单体伤害并破盾，攻击姿态时造成范围伤害。大招则是持续对8名生命最高的敌人造成高额伤害，期间累积队友造成的伤害，大招持续时间过后将累积的伤害分摊到全图敌人身上。云五月这个角色可以说是4属性队伍的核心，叠施暴值快，技能的泛用性还很高。关于6星自选的建议也很简单，当你已经有了4属性的至少2个5星角色，比如预售卡已经果断选择了4属性5星，这时候就可以无脑选云五月了。这个体系前中期很爽，保姆级的游戏体验，大后期再去开发其他的阵容应对不同关卡即可，突出一个种子先爽。浩仓尖锋职业炎属性，定位是爆发和元素区域。尖锋职业擅长处理带盾的精英怪，如果一个队伍里没有任何破盾的角色，会很难处理这类怪。而炎属性与水雷双都能发生元素反应，通常与雷属性配对。浩仓这个角色，我们先从大招介绍起。大招是一个超大范围伤害，释放后进入持续30秒的变身状态，且每次暴击都能延长2秒的变身时间。变身后会马上触发一次自动释放的2技能，效果是提升暴击和暴击伤害，并使皮内带顺劈变成范围伤害。主动技能1变身前后的区别是范围大小和伤害，以及技能的释放次数上限会分开算。浩仓的整套技能中还包含了一些回血效果，只要队友资源足够，浩仓就能作为狂战士顶在前面砍，能作为火雷元素队的核心，又是个主系合成3位。在你没有什么特殊配对想法的时候，它是非常万金油的存在。6星里另一个尖锋角色耶弗纳为双属性，定位是输出群攻，实际手感就像是个法师职业，双属性与水雷炎均有元素反应。常见的思路是需要个铺水元素区域的工具人，然后在上面使用双元素或者雷元素的技能控场，
这类流派有很强的控场和清怪能力。耶夫娜有个小缺点是主动技能的这个 X 范围，实战中想要用来清怪挺难把控位置的，时常会有这样不太舒服那样也不太舒服的感觉，更多是用 X 中间的区域来打精英怪，收益更高。作为一个6星输出，即使不考虑流派它也是很好用的，但毕竟自选6星要考虑账号上限的问题，通常只在你拥有4星苍妖、5星瓦卡莎、6星卯龙龙这3个人主动扑出水元素区域的角色之后，才会去考虑要不要耶夫娜。反之，如果你先抽出了耶夫娜，也可以考虑自选卯龙龙。该角色直接是住宿师，属性是水，定位是群攻和元素区域。住宿师我们神电脑可以直接理解为法师，射程远，范围大。除了住宿师标配的一系列 AOE 伤害技能之外，该角色在阵容搭配中最大的强点便是可以创造水元素区域，以便后续炎、雷、霜等属性的输出角色开始表演。水元素区域的重要性使得很多看了预抽卡攻略的都会尽量选瓦卡莎，但要注意的是，卯龙龙创造水区域的效率要高很多，瓦卡莎仅作为一个平民下位替代。卯龙龙毫无疑问是水元素反应高配对重要的一员。接着，铜物理属性住宿师定位是召唤输出，物理属性不和其他属性发生元素反应，看着比较自闭，但通常物理角色都有较强的单体能力，要么能做很多事，要么做某件事特别屌。前面提到的北洛就是能做很多事，而铜则是清怪能力特别强，自带2个浮游炮，开完大招还能额外再多召唤4个。主动技能1可以造成范围伤害，并根据目标人数追加使用技能次数来提高伤害，然后通过自动技能2每40秒恢复2次技能次数，同时还会自我回血，是一个可以单兵守线的法师，技能不会用光次数限制。选不选这个角色，首先看你是否有了北洛，再看你的记忆绕痕卡能有多少与召唤物相关的卡。当然主线也有送召唤物相关的绕痕，北洛加铜的召唤物流派还算是比较稳定且便宜的。之后的活动拿到成因后，这个流派还会更强。雷属性有土吹远之定位是输出与爆发，更准确的说是偏向单体输出的角色。累计角色专有的标记物2念后会召唤出一只鬼手协助战斗，可以理解为一种变身形态。变身后具有较高的爆发输出能力，但缺点是清怪能力较弱，要变身后技能才带范围伤害，大招也需要变身期间才能使用，在特定场合有很强的表现，但泛用性不足，几乎不可能成为自选10连的选择。但有机会歪刀的话，也可以练起来放在后备角色里，时机合适时掏出来打一波爆发，这样也是很爽的。最后还剩下2只奶妈，职位叫护佑者，龙琴水属性定位是治疗屏障，主动技能1可以给全队套上4成盾来减少伤害，受到伤害时会消耗层数来回血并进行反击，自动技能则是在队友间回弹的治疗波，大招是一个减伤屏障，还能持续向外击退敌人造成伤害。在前期大家阵容未必能成型之前，关卡一旦稍微高压，完全没有奶的队伍很可能是站不住的，需要的就是这刚刚好的奶量。别挡住啊！在满足队伍需要的奶量同时，龙琴还能补一点点伤害和控场能力，是非常适合猛星的万金油奶妈角色。而且水属性角色也很容易塞入元素队伍，虽然不是一些流派的核心拼图，但绝对能带你度过较为轻松的萌新时期。相比之下，另一个护佑者风属性的紫都奶量更大，大量的持续治疗基本可以让整个队伍非常安逸，治疗的同时还能打出一些伤害。而风属性也是不参与元素反应的属性，但对空中敌人伤害较高，且能吹散毒物地形。紫都作为队长的刻印技能，可以提升被治疗对象的元素伤害，是风队的核心刻印技能之一。缺点是风队的几个高上限配对都需要对应的记忆绕痕，有了核心被动后才能打出更高的伤害。紫都是一块重要的拼图，但6星自选的时候，你很难已经凑好了其他拼图。建议铁了心想玩风队的玩家，或者愿意先保留自选6星继续挖矿的玩家，后续再去考虑要不要选它。好的，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为大家做了一图流供参考，希望对大家入坑开荒有所帮助。感谢收看《跪求3连》，我是鸡腿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了个拜。